今晚想跟各位聊一本书，它的名字叫《灯草和尚》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猜你的脑海里可能已经浮起一层暧昧的灯光，几缕薄纱，一声轻笑，几个半遮半掩的身影。几十年来，这本书就是这样被记住的。在明清禁书的名录上，它长期与《金瓶梅肉蒲团》排在一起。官府给它盖的章只有4个字：伤风败俗。谁家搜出这本书，轻则罚没，重则下狱。后来香港电影又把它拍成一部部低成本的猎奇片，用露骨的镜头去换票房，于是一个真正的误会就形成了。大家都以为这是一本写情欲的书，但今夜我想请你放下这个印象，它不是小黄书，它是一则披着荒诞外衣的黑色寓言，是一面照着人性底牌的镜子，更是一把冷到骨子里的手术刀。它写的是欲望，但欲望不是重点。它写的是幻觉，是人在幻觉里如何登上高处，又如何在现实里碎成干粉。在翻页之前，我只想请你做一件事，闭上眼，放下那些从影像、传闻和标签里积攒下来的成见，跟着我的声音回到那盏灯草摇曳的油灯前，去看看那个一心向红尘的和尚，如何在短短几年里把一座京城变成荒唐的舞台。故事的开头，在一座破庙里，庙不大，香火冷清，院子里长满了草，佛像前积了一层灰，住在里面的和尚法号常元。常元这名字听上去清雅，像一声祝愿。可惜人不如其名，他剃了光头，披着僧衣，心里却没有半分出家的觉悟。他嫌清粥寡淡，嫌念经枯燥，嫌深夜太静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他的目光总是不受控制地翻过院墙，看向远处的朱门大院，看高车驷马，看红袖添香，看那些他本不该肖想的富贵风流。他向往红尘，也惦记红尘，只是苦于没有近身之阶，直到一个风雪夜，北风拍着窗纸，霜气从门缝里渗进来，禅房的油灯快燃尽了，只剩一斗火苗在黑暗里剧烈地摇晃。常元撑着下巴，半睡半醒。就在火苗将要熄灭的那一瞬间，他看见了一幕奇景，泡在灯油里的那根灯草忽然活了，它在烟雾里一寸一寸地舒展开来，越伸越长，越变越粗，像有人正用看不见的手替他捏出骨骼，描出眉眼。几息之间，焦黑的植物不见了。站在常元面前的是一个柳眉杏眼，肌肤如雪的女子。她穿着轻薄衣衫，不说一句话，却有一股说不清的暖香，在冰冷的禅房里弥散开来。常元愣在原地，他以为是自己熬花了眼，可当他试探着伸出手，指尖触到的竟是温热而滑腻的肌肤。这不是幻影，是活生生的美人。他试着在心底发出一道指令，那女子便轻轻向他走来，像一只温顺的鹿，软软地依进他怀里。那一夜，破庙的红烛燃到了天明。往日清寂的禅房里，断断续续传来低低的笑声和喘息。天光透进窗纸时，常元终于明白自己得到了什么。他得到了一根完全服从的灯草，灯草想变成谁就变成谁，想迷惑谁就迷惑谁。他没有来历，没有脾气，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明天。他不会拒绝，不会抱怨，不会走漏风声。他不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件工具。
听到这里，不知你有没有觉得一丝寒意？这根灯草不就是无数人心里都幻想过的那种外挂吗？我们都渴望有一种捷径，不用经营，不用等待，不用受伤，一想就有，一看就来，让人瞬间得到快乐，瞬间感到被爱。我们想要的钱，想要的脸，想要的赞美，想要的陪伴，都希望有一个开关，按下去就能到账。这世上确实有这种东西，短视频给你3秒的笑，购物软件给你即时的满足，社交软件给你点赞的红心，它们都像那根灯草一样，随叫随到。但也因为随叫随到，它们永远代替不了真实的东西，需要时间，需要等待，需要你付出耐心去浇灌，去碰壁，去受伤，然后再一次鼓起勇气。那是常远不知道的，也是很多站在深夜里还在渴望外挂的人暂时不想知道的。常远握着那根灯草，只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运的人。他再也待不住破庙了，他要走进红尘，去讨一份更大的热闹。常远并不是莽夫，他知道自己这身破僧衣骗不了街头小贩，他要把灯草卖给出得起价的人。于是他一路打听着京城里权贵的宅门，专挑最有钱、最有势、最要脸面的人家下手。很快，他敲开了城中一位侍郎大人的门。这位侍郎官做得不小，心却不算正。文人们私下说他贪财好色，什么新鲜玩意儿都想尝一口。常远投其所好，主动登门拜访。到了夜里，他悄悄把灯草化作一位来自异域的女子，送进了侍郎的密室。那女子金发碧眼，身姿玲珑，身上只随意地缠着几尺红绸，走起路来像一团流动的火焰。侍郎大人一见，眼珠几乎定在他身上，他搓着手，咽着口水，像一头饿极了的兽，一头扑进了密室。门被他反手带上。那一夜，门缝里露出的只有烛火摇动的声音和他自己粗重的喘息。第二天清晨，侍郎大人扶着墙从密室里慢慢挪出来，他双腿发软，眼窝发青，脸上却带着一种囔足的笑。他拉住常远的手，连连道谢，不但赏了大把银两，还许了常远在城中自由行走的特权，连几家绸缎庄当铺的差事也一并交到了他手里。从这一天起，常远和尚在京城一步登天。消息传开之后，上流社会的门一扇一扇向他打开。白天的官老爷们依然在堂上正襟危坐，满口圣贤。可一到入夜，他们便像约好了一样，往常远的住处送帖子，送银子，送笑脸。他们要的无非是那一点灯草变换出来的幻象。常远来者不拒，他把灯草变出一个又一个美人，送进一扇又一扇门。那些美人像夜里的潮水，涌过高墙深院，把威严和礼数一并淹了。原著写这些场面笔调是极辣的，作者没有哭，没有骂，只是冷冷地写那些白天判别人通奸的官员晚上如何在后院寻欢，写那些以3从4德教女的母亲夜里如何在灯草面前失态，写那些满口礼义廉耻的豪商巨贾为了求一夜欢愉，甘心把家产奉上。读到这些，真的没法不叹气。原来所谓体面，只是日光下的体面。一入夜，烛影摇红，人便露出另一种骨相。听到这里，不知你会不会想起一些今天的画面。白天，我们精心修图、发文、经营朋友圈里的人设；
晚上，我们独自窝在沙发里，借着屏幕的光，一口一口吞下那些不需要动脑的内容。我们人前一个样子，人后一个样子。我们嘲笑那些官员的虚伪，可我们自己何尝没有相似之处？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活在点赞数的起伏里，活在我必须看起来很好的执念里，就像那些在灯草面前丢掉威仪的权贵一样，为了片刻的满足，把真实的时间、精力和钱一把一把交出去。真正的体面从来不写在脸上，它只会在深夜无人时露出底色。故事进行到中段，戏越来越荒诞了。京城里并不是没有聪明人，有几位官员其实已经隐约猜出长远使的不是正经佛法，而是旁门左道。他们甚至察觉自己被这个和尚用一根灯草拿捏住了。按常理，这时候最干净的做法是把长元抓起来，杀掉，灭口，恩怨一了，谁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。可奇就奇在，他们不但没有动手，反而主动替长元遮掩。有人把家里的丑事压下去，有人四处放风，说长元是得道高僧，有人亲自出面替长元挡掉官府的查验。为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也很刺心，因为他们丢不起这个人。他们是朝廷命官，是豪商巨贾，是名门主母。他们怎么能承认自己高高在上的半辈子，竟被一个破庙里来的穷和尚用一根灯草耍得团团转？这话一旦传出去，名声就毁了，官位就保不住了，在圈子里的地位也就彻底塌了。于是，为了维护那张脸，他们只能和长元绑在同一辆车上，明知前面是悬崖，也要蒙着眼陪他一起冲。看见没有？这就是这本书最冷的地方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你找不到一个清醒的人。官员不清醒，富豪不清醒，名门闺秀也不清醒，就连那个法术在身的长元也早被欲望捆住了手脚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利用别人，每个人又在被别人利用。作者下笔，冷静得像一把刀，他拨开的是一整个时代的众生相。如果把这个场面挪到今天，我们大概也不会陌生。有多少企业为了维持好看的股价，心照不宣地制造假故事？有多少人为了维持表面的光鲜，透支着信用卡和身体？有多少关系早已像一块漏水的旧船板，却因为不能丢脸，还要继续表演恩爱？我们都在那根叫欲望的灯草周围跳舞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每个人都知道雾气底下是深渊，但谁也不愿意先停下来，因为停下来就要先承认，承认自己错了，承认自己累了，承认那个精心维护的世界其实早就有了裂缝，承认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勇气。故事的下半场，风向开始变了。长元并没有变得快乐，他有了银两，有了人脉，有了满城的仰慕。可每到夜深人静，酒席散去，那些来求欢的权贵各自回家之后，他的房间便空了下来。灯草的法术只在夜里有效，天一亮，那个温软的美人便会消失，重新变回一根焦黑的、干枯的躺在灯油里的植物。长元躺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床上，窗外是无边的黑，耳边是死一样的静。他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那种空虚感比当年在破庙里吃冷饭时更熬人。当年他穷，但心里还有一个盼头。如今他什么都有了，却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他开始发慌，
他开始频繁地使用灯草，仿佛只要身边有那个幻象，他就能暂时忘记心口的痛。他依赖灯草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，没有灯草，他不敢见人；没有灯草，他没法入睡；没有灯草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曾经那个不屑于清修的和尚，如今成了幻象的奴隶。他以为自己攥住了工具，其实工具早已攥住了他。更可怕的是，那根灯草开始反噬，每用一次法术，他的气色就差1分，眼窝一天比一天深陷，夜一天比一天更沉。灯草化作的美人，每一次缠绕都在悄悄抽走他的精力，像一根看不见的管子，一滴一滴地吸着他的元气。他以为自己还在享受，其实他正在被享用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已经想起了一些似曾相识的感受？我们熬夜刷手机，以为是在放松，可放下屏幕的那一刻，只有更深的空虚。我们用购物抚慰焦虑，以为买下就是治愈，可快递拆完，内心的洞还在原来的位置。我们依赖外界的评价来确认自己，每一条点赞都像一剂止痛药，可药效一过，我们比之前更加怀疑自己。工具是拿来用的，可当工具变成依赖，人就成了工具的一部分。就像常源和那根灯草早已分不清谁是主谁是仆。这世上凡是需要不断喂养的快乐，最后都会反过来喂养你的焦虑。其实读到最后，你会发现作者真正想写的从来不是那个和尚，他真正想写的是幻觉常源的灯草，是幻觉；官员的体面是幻觉，那些美人是幻觉，整个京城的繁华也是幻觉。幻觉这东西最大的特点是，它看起来比真实更美，也比真实更容易得到。所以我们总忍不住想在生活里给自己点一根灯草，想在无数个疲惫的瞬间从口袋里掏出点什么，一键按下换成满足。于是我们把短视频当成灯草，把点赞当成灯草，把购物车当成灯草，把那些不需要认真经营的快餐感情也当成灯草。我们以为自己在掌控他们，其实我们正在被他们训练。我们以为自己在享受快乐，其实我们只是快乐不断被借走，再拿着借条向自己讨债。我们以为多一个赞就是多一份认可，其实我们越来越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我们以为看得多了就会懂得更多，其实我们只是在算法的投喂里反复看见自己早已知道的偏见。我们以为快就是高效，其实很多快都是绕路。常源一辈子没有想明白这些，他只知道自己停不下来，他一停下来就要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和对余生毫无把握的自己。那不如继续喝酒，继续做法，继续让灯草把自己骗得更久一点。可灯草是耗材，它是拿人的精气养的，再多的精气也有烧尽的一天。于是结局终于来了。灯草和尚的结局是整本书里最冷的一页。那是一个极平常的黎明，常源从宿醉里醒来，他习惯性地伸手朝枕边探去，他想摸到那个温软的带着香气的身体，他的指尖触到的却是一片僵硬的冰凉。他猛地睁开眼，躺在他身边的哪里还有什么美人，一根焦黑的灯草断成2截，像一个燃尽了的炮仗皮。
无精打采地横在床榻上，法术彻底失效了。常远想要坐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腿已经不听使唤。他挣扎着爬向铜镜，镜子里是一张他认不出的脸，鸡皮鹤发，眼窝深陷，两颊削下去，牙齿掉了一半，背弓得像一只虾米。一夜之间，那根灯草抽干了他所有的青春和生气。故事没有在这里停下，更残忍的一笔还在后面。常远法术败露，人老成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，不到半天就传遍了京城。那些曾经排着队给他送礼的权贵，没有一个人登门，没有一句问候，没有一句抱歉，他们反而更快。当天夜里，就有家丁冲进常远的住处，抄走了他所有的银钱和值钱的东西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位差役提着水火棍，把一身破衫的常远从城门推了出去。他做了那么久的贵客，最后却连一个可以过夜的屋檐都没能带走。故事的最后一幕是大雪，常远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灰僧衣，缩坐在城外一座废弃的破庙里。庙里没有香火，没有佛像，只有透风的墙和满地的雪。他盯着眼前那张落满灰的案台，案台上放着一盏油灯，油灯早干了，没有油，没有灯草，只有一小片焦黑的冰冷的灰烬。常远忽然放声大哭，他哭自己的一生，看似占尽了天下的便宜，看似的确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可到头来繁华散尽，他手里连一根灯草都没有剩下。他以为自己得到了全世界，最后世界只留给他一把灰。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坐在话筒前很久没有说话。今天我们在网上看到太多故事，有人一夜暴富，有人一夜塌房，有人从云端跌落，只用了几个小时。热闹的时候，掌声是山呼海啸的；落幕的时候，那些鼓掌的人会安静地转身离开。灯草和尚写了几百年前的事，但他好像早就替我们把今天的剧本也写了一遍。凡是靠幻觉支撑起来的繁华，终究会在现实的风吹过时碎得无影无踪。不是风太猛，是底子太薄；不是现实太残酷，是幻觉从来经不起细看长远的故事。到这里就讲完了。在这段声音里，不知道此刻的你正听到哪里。或许你正躺在出租屋的小床上，或许你刚结束一场疲惫的应酬，或许你正盯着手机，在深夜与自己拔河。你可能会想，那个属于油灯、巫术和旧官场的时代，离我们太远了。你说的对，可人性从来没变过。今天，一个人平均一天要花多少次屏幕，要接收多少条不需要思考的内容，要背多少条别人过得很好的碎片，扎中几下，我们面前其实也摆着一盏灯，灯里也有一根灯草，只是那根灯草被包装成了不一样的形状。它可能是一条推送，一件满减的商品，一个永远不会下线的聊天框，一句再刷5分钟就睡的承诺。它在深夜发光，也烧人。于是在故事讲完的这一刻，我想替你把那盏灯轻轻吹熄。愿你今晚能放下手机，放下那些没刷完的信息，放下还没想通的焦虑，不必羡慕别人展示给你的高光，不必为自己暂时的平凡感到紧张。这世上最踏实的快乐，从来不是捷径给的，它来自你一步一步把日子走稳之后的安心，也来自你终于愿意
正视内心，而不是用外物填补空洞的清明。晚安，关掉屏幕，盖上被子，让今天结束在它该结束的地方。如果你喜欢今晚这期深夜听书，喜欢在荒诞的故事里看人性，在幻灭之后找到清静，麻烦你点一个订阅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在每一个无眠的夜晚，我都会守在这里，用冷静的声音陪你重读那些藏在旧书里的卑微又伟大的灵魂。愿你今晚不再被欲望绑架，愿你有一个只有清凉和安宁的好梦。